大家好啊，我是尤布。《金刚经》里面的"应无所住而生其心"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应无所住，什么是无所住？无所住啊，就是没有停止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没有执着，因为一切法都变化无常，没有停止。一切法都是这样，你执着它也不会停止，你不执着它也照样运行。所以呢，要把这个事情啊看清楚、看透彻。那么看清楚有什么作用呢？其实看清楚啊，我们就知道一切法空。因为无常，所以无我，无我呢就空。那么谁轮回呢？谁解脱呢？这个法能使我们解脱，应该就像一切法本来的那个样子，无所住。因此呢，也不用执着，随缘就好。那么就升起了随缘的心，这是一种解释，但并不究竟。第二种解释呢，是因为大乘的经典啊，都向着一个目标，那就是第八识如来藏，生命的实相。这个实相心啊，金刚本心，亦如不动而随缘变化，所以呢叫不动随缘。亦呢没有任何的执着，也不会执着它所产生的任何一法。所以呢，我们修行的人啊，就应该向他学习，也没有任何执着，因为执着啊，就认假为真了。而一切法呢，都是假的，所以何必认真呢？不应该执着，这样的话，应该升起像第八识一样的随缘的心。再说的明白一点啊，就是说第六识要向第八识去学习。因为第八识啊，本自解脱。第八识啊，本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有的修行人啊，最后成佛，就是因为妄心合于真心，或者说始觉合于本觉，完全相应以后啊，就成为了佛。所以成佛啊，也是一无所得的，都是本有的，都是本自具足的。只不过呢，把它全部开发出来了，正用而已。很多人认为啊，无我、无心、不动心，大概呢就像木头、石头、植物一样吧。如果真的如此的话，释迦牟尼成佛之后啊，就不需要说法了，也不需要去度众生了。因为禅师们悟道之后啊，也不该再去弘扬佛法了。然而事实呢，却恰恰相反。释迦牟尼佛啊，成道时只有30多岁。接下来呢，他花了40多年的时间，说了许多的法，度了很多的人，使佛教啊流传到了今天，成为世界3大宗教之一。可见啊，不动心并不等于木头、石头，它的真正意思啊是不住心。六祖坛经中啊也谈到了无住、无相、无念，二者啊大同小异。无住是什么呢？无住啊，就是不在一个念头或任何现象上产生执着，牢牢不放。比如受了打击，被心外的事物所困扰，那叫心有所住。又比如贪男女的色相，他的心呢就注意男女色。贪名的呢，他的心呢就注意到了名。而贪财的人啊，他的心只注意到财。还有贪美食的，他的心啊注意美食。这些个人呢，若没有女色男色，就活不下去了。没有名没有财，就浑身不对劲儿。没有美食呢，也不能安心过日子。心里呢老是牵挂着这些东西，这就叫做有所住。至于什么是心无所住呢？就是美色当前也当作是平常的事儿。
维摩经中的天女散花，那场面又是美女又是鲜花，菩萨们看了若无其事，认为是天女自己在散花罢了，跟菩萨们不起任何的关联。可是那些阿罗汉呢，对美女和鲜花还存有潜在的厌离心，所以当花落到他们的身上就掉不下来了。这是因为心有所住。因此心无所住是身在红尘，但却能不受红尘所困扰。而生其心呢，则是出入红尘，还能救济红尘中的众生，并为他们说法。这个心呢，就是慈悲心和智慧心，是佛和菩萨们的境界。我们凡夫也不妨练习一下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最初可能会比较困难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就会把世间的人事物看作如幻如梦如演戏，你会非常认真地演好目前的角色，但却很清楚自己是在演戏，那你就不会受到利害得失你我以及是非的影响而整日烦恼不已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优步。